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生了一起惊天血案，22名中国香港游客和4名菲律宾工作人员遭到劫持。事件中共计8人死亡，7人受伤。惨案的元凶居然是当地一名功绩赫赫的10家警探。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名暴虐的凶徒在葬礼上竟然还享受到了国旗盖棺的礼遇。欢迎来到老贺开枪，我们来讨论世界各地最真实、最恐怖、最令人费解的案件。劫匪名叫罗兰多·门多萨，1955年出生于一个警察世家，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正义的警察。1981年毕业于菲律宾大学犯罪学专业的门多萨成为了一名持枪巡警。1986年，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当选菲律宾10大杰出警探，后来又升任为高级督察。门多萨从警30年，揽获了17项荣誉，不论在同僚还是在亲人眼中，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警察。小儿子呢，也受他的影响成为了一名警探。只要他安安稳稳地撑到2011年退休，那不管是福利呢，还是声名啊，可以说那是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一场指控粉碎了门多萨光荣退休的美梦，也摧毁了他的声誉。2008年4月，一名厨师因拒交违规停车和无证驾驶的罚款，被门多萨及其下属呢带回了警局。这名厨师啊，后来对门多萨和他的下属发起指控，说他们呢向这厨师敲诈2万比索，还强迫他服用了违禁物品。4月25日，门多萨的高级督察职务被解除。但由于发起指控的厨师呢拒绝出席调查，2009年6月被停职的门多萨终于有机会可以返回岗位，但最终呢他未能通过为期90天的试用期。2010年8月23日上午9点30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著名的旅游景点西班牙总督府的附近，一辆香港康泰旅行社的旅行巴士内，22名香港游客和4名菲律宾的工作人员即将开始最后一天的游玩。原计划中，旅行团准备当晚返回香港，他们大多呢都是一家人集体出行，在大巴里边呢是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就在这时，一名穿着警服的菲律宾男子面带笑容地与车上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所有人呢都认为这只不过是警察的日常巡逻，谁也没有料到警服男会突然提起枪指向司机的脑袋。他宣布：对不起，你们现在是我的人质。这个劫匪正是门多萨，为了自己的光荣退休梦，他决定开展一个疯狂的计划。他请他的朋友一早开车把他送到马尼拉，说要去向警方归还枪械。好友见他穿着这个警服就感到很奇怪呀。门多萨称呢，这是交枪时候的规定。和好朋友分别后，门多萨在游客云集的总督府附近寻找目标，最终他登上了这辆康泰旅行团的巴士。门多萨命令司机将车开到基里诺大看台，那里曾是多位菲律宾总统宣誓就职的地方，也是游客在马尼拉的必游之地。在和乘客们表明自己目的时，门多萨情绪稳定，态度缓和。我呢没有恶意，就是想借大家解决一点问题，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配合一下。我曾经是一名警察，本来明年1月我就可以光荣退休了，但是却被无理的革职。我只想获得失去的那些个退休金。在这期间门多萨多次地向游客们道歉，一再强调不会伤害任何人，然后把所有的人呢都聚集到了车尾，收走了所有人的手机，拉上了所有车窗的窗帘，然后通知了警方。门多萨在挡风玻璃上贴出了2张白纸，写出了自己的诉求，就是呢，他要复职，并且让政府补偿自己的损失。
收到消息的菲律宾警方赶赴了现场，大批的媒体也蜂拥而至。上午10点20分左右，一名香港游客表示不舒服，门多萨呢随即让菲律宾籍的导游陪同他离开了巴士。赶到的警方也开始与门多萨展开了谈判，向门多萨保证会考虑他的要求，还拿出了一张申请表让门多萨来填。门多萨也是积极的配合。而当门多萨的申请交给马尼拉的副市长以后，副市长直接就丢给了申诉公署。当时的时间呢已经是中午了，于是申诉公署呢以午休为由拒绝增派临时人来处理，几个小时就这样白白的耽误了。中午12点20分左右，曾女士呢带着3名儿童获释。本来门多萨只是让他带着自己的一子一女离开，但下车前呢，这曾女士注意到11岁男孩汪某的母亲的眼神，或许是出于同为母亲的共情她是灵机一动说这个男孩汪某呢也是自己的亲属。门多萨同意他们一同离开。此时，为了维持车内空调的运转，警方应门多萨的要求呢，给大巴加油，还给他拉了一条电话线，用于随时的联络。此时的局面看起来依然平静。下午1点24分左右，警方与门多萨进行谈判，他提出要总统承诺还自己清白。马尼拉市长也表示，如果他在指控中是无辜的，那复职没有问题。看来门多萨很满意这个答复。1点30分，他又释放了一名身患糖尿病的人质。他不仅将这位年事已高的人质送下车，还招呼前来的警察来接应。事件发展到此时，门多萨看似并没有什么恶意，而且呢，他的情绪也比较平稳，配合度也可以给打个满分了。但由于菲律宾官方的冷漠和愚蠢，这个目前看来堪称史上最温和的劫匪也被刺激到发狂了。谁也没想到，门多萨受到的第一次刺激正是来自于菲律宾总统发言人。他表示总统不会与劫匪谈判。愤怒的门多萨发出声明，称下午3点就是最后期限。谈判专家迅速地与门多萨展开周旋，让他稍安勿躁。说警方已经和廉政公署协调。下午3点，门多萨的妻子和2个兄弟呢赶到了现场，感情牌这时候就奏效了。门多萨把最后的期限延长到了3点30分，并再次的释放了一名菲律宾籍人质，这也是他释放的最后一名人质。车内26名人质中共有9人获释。门多萨此时呢还在表示，只要给自己复职，可以马上投降。谈判人员和门多萨的弟弟把对门多萨复职的要求书面答复交给了他。门多萨呢拆开信封一看，里面充满了那些空话套话，只说会重视他的申请，关键的决定却是一字也不提。一直平静的门多萨就突然暴走了。这样铤而走险却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结果，他完全不能接受，当即退回了公文。门多萨的警察弟弟此时擅自接近巴士，试图向门多萨打招呼，但眼尖的人发现他身上呢还带着配枪，警察冲上去扣押了门多萨的弟弟，并没收了他的配枪。虽然他表示自己呢想充当哥哥的发言人，并劝说他投降，这一切恰好被大巴前的门多萨看到了。他激动地大喊道：“我的弟弟还是警察，为何要夺去他的配枪？”他要求谈判人员马上交还配枪，但警方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强行地控制了门多萨的2个弟弟和妻子。而这一幕全部被现场的媒体给直播出去了。门多萨呢在车里的电视上看的是清清楚楚。据菲律宾官方后来的说法此时门多萨的复职令已经被签署，但是由于这个严重的堵车，一直没能送到现场。
门多萨的手机呢也一直无法接通，但一切已经是来不及了。晚上7点20分，汽车突然启动，但是立即被狙击手给击爆了轮胎，巴士整个横在路上，不再行驶。此时门多萨简直是失去了理智，他将领队谢某推到车头，接近7点，突然就开枪射杀了领队。门多萨似乎觉得呢，杀20个人和杀1个人已经没有区别了，他边走边向左右开枪，而且都是瞄准了人质的头部，一击毙命。至少5名人质冲上前去，试图阻止门多萨，但门多萨立即后退开枪，其中几个人就这样被打死了。就在此时，巴士司机用指甲钳打开了手铐，趁乱下车逃跑。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所有的人都死光了！”而当时呢，车窗的窗帘全部紧闭的情况下，警方没有确认司机的消息，就不顾人质的性命，就此展开了强攻。现场指挥员呢，也是马尼拉警察总长。为了功绩呢，他直接要求由属下的这个特警来执行营救任务，而更有反恐经验、经常接受训练的特种部队，因为没有指挥和控制权限，就没有执行直接攻击任务，只是在外围把守。而特警的表现呢，让人是大跌眼镜啊！晚上7点40分左右，特警人员展开了攻势。他们从车尾包抄聚集到了车身的中部，采用他们预先演练的办法用手中的这个大锤砸碎车窗的玻璃。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却是呢，这辆旅游巴士安装的是强化玻璃，远没有那么容易被砸碎只是砸出了一些个洞车内好像也在回应着铁锤的砸玻璃的声音，传出了枪声。警察停止了动作，全部的拿枪对准了窗户上的洞口。半个小时过去了，强攻行动是毫无进展。特警队员又试图用警车和绳索强行拉开车前方的推入式的车门，但是呢，在拉扯下，这绳索的绳结松了。直到20点11分攻坚行动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于是呢，又开始用大锤进行破坏车尾部的紧急出口，但是进展依旧非常缓慢。抡大锤的动作也时刻提醒着劫匪，警方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进入车内。后来大锤又转移到了车的前部，砸碎了闪烁的车灯。大巴前后左右都被大锤砸了一个遍，折腾了1个小时，还是没进入大巴。而更加紧急的是，车内经常传出枪声。8点13分，紧急出口终于被打开。警方随即向车内投掷催泪弹，现场立刻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试图拼个鱼死网破的门多萨开始疯狂的扫射，和警方对射的时候门多萨慌乱中退到了巴士的前部，狙击手终于找到了机会。A sniper took aim and fired. 8点43分，门多萨确认被击毙，他的尸体趴在玻璃已经碎了的车门上，半个身子都探了出来。长达11个小时的营救行动终于结束了。警察打开车门，确认了很久才进入车内。幸存者的情绪显得极为激动。全家5口被劫持的梁女士，在混乱中失去了自己2个孩子。他满怀悲愤地表示，都是因为营救行动迟缓，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最终，车内剩余15名香港人质，共有8人遇害，7人受伤。
死者包括救走男孩那位曾女士的丈夫，那个男孩的父母呢也在事件中身亡。同时，由于现场风控不力，门多萨的榴弹击中了一名记者和围观的儿童，而菲方的救援和善后也只能用离谱来形容。一些伤者呀被要求自行下车，而在他们离开巴士之后也无人照护，在雨中淋了20多分钟才登上救护车。救护车上所有的人质竟然花了近1个小时才抵达医院，也没有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和照料。纵观整次营救行动，菲律宾警方的表现呢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世界各国媒体都表示，这是史上最糟糕、最差劲儿的营救行动。谈判过程中屡次刺激门多萨，菲律宾警方呢也错失了许多次控制劫匪的良机。门多萨很多时候呢只是把枪挂在身上，单独站立在车门的位置，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控制或者说是击毙劫匪。突击队员们的装备和这个训练呢更是业余的可笑，大锤砸大巴，砸不动硬砸，砸完之后呢，这连个进入大巴的梯子他都没有。一件本来可以安稳解决的劳动纠纷，最终发酵成了无辜者横死的惨案，也让菲律宾国家的形象是瞬间的崩坏。事件后续，菲方的一系列行为招致了全球华人的强烈不满。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和之后在这个视察中呢，面带诡异的冷笑。在遭到质疑后，他自称是在表达愤怒之情。之所以笑，是认为这个事件的荒唐及无法接受。最后呢，事件追责也十分的敷衍。只是在人质劫持事件中，担任现场指挥官的马尼拉地区警长引咎辞职，另外有4名处理事件的警察遭到停职调查。受害人遗体在运回香港时，菲律宾机场相关人员竟打开棺木，让记者对死者拍照，对死者毫无尊重可言，甚至有遇难者的遗体被送错了地方。一名遇难者的家属在这个停尸房打开亲人的灵柩时，却发现里边并非是自己的亲人。而劫匪门多萨的家属在其葬礼时用国旗覆盖他的棺材，他的遗体还身着着警服。全球华人都发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国旗盖棺，那应该是英雄才有的礼遇，一个冷血的暴徒怎么配享有这样的待遇呢？事后，菲律宾的官方也称，国旗盖棺呢纯属是劫匪家属的个人行为，再次把责任撇的是干干净净。死者家属和伤者要讨回一个公道，向责任方提出了几项诉求：正式道歉，作出赔偿，追究责任，以及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而3年的时间过去了，菲律宾方面却始终选择冷漠。即便面对香港特区政府20几次的跟进，菲律宾依然没有任何回应，没有道歉，没有赔偿，因为他们觉着道歉不符合他们的文化，就连赔偿他们还要向当地的华人发起众筹。而香港也一直维持对菲律宾的旅游黑色预警。另一个黑色预警是叙利亚。直到2018年4月12日晚，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香港会见菲律宾劳工的时候呢，才就马尼拉人质事件发出了迟到8年之久的正式道歉。Sorry。这次惨痛的事件成了多国反恐训练典型的反面教材，也是所有受害者及相关人员难以愈合的创伤。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代替受害者去原谅。有些伤痛难以弥补，有些道歉来得太迟了。好了，您对这场悲惨又荒唐的劫持事件有什么想法？请在评
评论区留言，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祝福好人一生平安。